强度非常高的，就坦度非常高的阵容，直接是配合打野区进攻，然后围绕自己的射手。 只要有优势，就是一路平推。对，所以像刚刚评论区说的嘛，就是京东他喜欢在前中期跟你干，但是 AG 昨天的 BO5的比赛也让我们展现了向我们展现他的前期进攻能力，他是可以很迅速的杀死比赛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场 BO5的开头会是什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 BP， 蓝色方成都商会，红色方北京京东，战文教练和刑天教练一上来，战文教练是搬掉了晋，搬掉了海月，而京东的话，插教这边是处理掉了2个游走。 鲁班大师和少苏源，那这第一把里面，京东可以选择的体系上就是有朵莉亚加杨戬，以及大乔加袁坦，还有的一个就是无畏的本命英雄空空儿，看看在红色方的时候要不要给他直接在3楼位的时候出，或者是在红色方1楼直接抢。沈梦溪 ，AG 是空空儿放出来第一时间没有对他做选择，先拿沈梦溪，沈梦溪直接组一个万金油。那这个沈梦溪拿出来之后，京东这边会不会给青龙直接拿火舞啊？ 有可能用火舞直接去跟沈梦溪进行一个对位，这样的话就好看了，对对吧？我们今天刚刚才聊到一个长生对青荣2个人的中路节奏位，如果直接拿火舞对位的话，看他要不要在另外的一个野辅搭配上选强势一点的。哦，直接体系出啊，大乔袁坦啊，话不多说，先上高胜率体系。那这样3楼位的话，依旧还是可以去出一个火舞的啊。那看 AG 这边的选择了，无奈。 大司命本命直接出，司命者当无情，有情。看大司命这边上对抗之后，游走要不要也紧随其后直接拿？哦，先拿公孙离也是本命。对，先是中医的本命大司命 FMVP 的英雄，然后紧接着是一诺的本命英雄公孙离，一诺千山也是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获得的 FMVP 英雄。 这是2个 FMVP 的羁绊。对。接下来就看京东的选择，拿射手，选择先用射手上去对位。对，红色方的3楼 counter pick 还是要利用起来，拿苍来打阿离。这样的话，其实大乔在前3手出现的话，现在还有摇摆的可能性。对，有可能是会给到青荣使用。接下来看一下潘位。 导播谁是 KPL 第1射手 ？K1射的镜头对准了一诺。导播老师会说话，我们一直都说镜头语言。对，我们导播老师一直都是会说话的。接下来的班位啊是太乙真人，然后后续的话 ，AG 这边是搬掉了中路的小乔以及曹操啊，青羽的曹操和渲染的曹操。这场比赛我估计，如果你前置位不拿，后面可能都比较难放出来。哪一方就是他后置位不是先抢的，那另一方 就要直接搬的。对，去年一整个赛季年 KPL 2大曹操，那就是他俩了。没错，哇，京东这个班位5个游走，全班大帅，5班大帅。然后 AG 接下来的最后一个班位也是给到了青荣的甄姬，这也是刚刚千城在评论区说到的。那这样的话还是有火舞的，那就好看了。对，火舞这个点的话，打沈梦溪，打公孙离。 很有说法，现场都沸腾了。这一上来第一把就是长生的沈梦溪对青荣的不知火舞，这不就是王对王吗？对啊，王要见王啊，这肯定是要拿绝活招牌啊。狂铁，这狂铁一出上路直接拿对抗路优势了呀。那京东怎么去应对呢？这对抗路最后一个5楼 ，AG 在大帅吃到了5个班位之后，拿了一手蔡文姬。 保证了他其实，在公孙离和蔡文姬这边，他的对线层面上是有续航能力的。对，因为你是大乔，你可以不断的运人回去嘛。是的，击小满，这是考虑团战层面，团战层面如何去击杀一诺的公孙离。对，确实这个英雄比较好去处理阿离，因为曹操已经被搬掉了。换马超了，这是要避其锋芒，避开狂铁。 避其锋芒了就，但是我感觉你不管是选小满还是选马超，你都在前期得避其锋芒呀。是的，马超前中期发育就完事了，多带线发育。但他这把这个带线确实是会做得很舒服。小布老师来一个2位中路的神级镜头，长生对青荣，这把长生的沈梦溪跟青荣的不知火舞2个人在节奏位的对抗，会成为这局比赛整个前中期队伍进入优势的关键。因为在游走的位置上，2个游走，一个大乔，一个蔡文姬，确实是比较难。然后打野的位置的话，大司命是需要在前期刷一下的。
啊。对，所以主要节奏还是出现在大家的中轴上。还有就是 AG 的公孙离其实开局是比较多变的，他们有很多种就是开法，要么就是我直接发一路抱着2打1，就是猜你这边游走是要去帮中开，那我直接2打1。快速过线拿红隼，另外一种就是我直接中路后清线，然后跟打野速过野区，然后再跟打野一起吃，再帮打野提速。对，是一种帮打野提速式的开局。然后 AG 这个阵容，如果京东在前中期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中野的前期的进攻点打出来的话，他如果让中野的大司命刷起来，那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们未必能在中期把这大司命给他集火掉，因为大司命他这局比赛身后挂了个蔡文姬，没错，是吧？原本一个单大司命如果发育优势的话，他确实就已经很肉了。而且本身蔡文姬这个英雄选出来，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在于要针对不知火舞。对，这是游走上面一个比较 counter 火舞的英雄。而且这也老理解了嘛。对的。詹姆教练，第一把的 BP 已经做完了。刑天教练。刑天教练对于这支北京京东的帮助真的很大，他也是夏季赛才从济南 2W 峡来到了北京京东，而且来了之后就立竿见影。打进年总了。对，京东在过去的这一整个赛季，年的春夏赛季都在不断的尝试突破，尝试一些组件，就是为了追求成绩。而如今呢，他们确实是成为了我们这一次年度总决赛第一个战胜大师组的队伍。然后上一场 BO 的话很可惜，那场比赛打满了没有赢，被杭州 LG 跟 BW 把分追回去了。但是京东依旧是成为了我们这一次年度总决赛能够去争夺第一名能够从精英组直通淘汰赛那个名额的有力争夺者。而这场比赛和成都奥运会的比赛呢，大家去调侃说他是王中见王，但从很多人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京东全力以赴和 AG 究竟能打成什么样，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来，进入到双方 BO 的第一局，蓝色方成都 AG 奥运会，红色方北京京东。我是九瓶子，我是解说黄超。那这个开局的话，就是北京京东他直接抢中，他的一个中辅抢中 ，AG 的话则是下路双人组直接连体快速抢2拿红隼。对，中路因为虽然不知火舞他本身就是去拦住沈梦溪抢线的，然后大乔过来用自己的技能，很快的就把线给肃清了。是的，而且这样的话，下路的话是卡了一个仓的前排兵。哦，狂铁把自己的赤甲给拿回来了。这个2技能的强普。在面对到1对2的环境之下，渲染把小野怪保住了，血量卡得很好。对，然后再等沈梦溪这波到来之后，连带着大司命一起可以来控制空间之灵。袁坦要过来了，上路要3-3对抗。从这3-3对抗强度上来讲的话，这波北京京东是打不过的。毕竟4级的大司命加上狂铁，还有一个沈梦溪在这儿。是的，镜头给到了一诺的公孙离。前期这个资源的争夺情况来看的话 ，AG 是赚的很多的，他上路也控了，下路也控了。在前期 AG 在这一次年度总决赛，他们选到公孙离的情况之下，确实胜率没有很高，就看这把能不能赢了。而且这把给他配的整个下半图的英雄还是蛮强的。是的，对吧？中轴一个沈梦溪，然后游走位一个蔡文姬。而且京东它的一个大乔远坦的话，大乔的活动区域更多的都是出现在中路。中路来控中轴的，所以往往公孙离和蔡文姬在下路就可以一直保持一个2打1的状态。对。这样的话，仓这把选出来之后，我就凸显不出这个英雄对于公孙离在前期对线上的压制力了。他没办法去压公孙离的发育。是中路这波线，京东很快的就胜完了。但这波野区刷了，如我所料。下路给了个单打的环境，公孙离先把线给清完。仓吃一个塔前线，然后这一波清完线之后，第一时间就回到了自己的野区，然后帮提速。对，跟大司命打红了，所以这一波 L 草的蹲伏，青龙还没走，想试试有没有机会啊。还没走，但中路火舞没漏，只漏了袁坦和大乔。这一波大帅的蔡文姬过来看了 L 草，把青荣的视野照出来了。对的，而且在刚才上路的空间之灵也是被长生赶过去帮渲染给拿掉了。这轮资源上又是 AG 控的更多。
第一波的上下两路的中立资源就是 AG 控的多一些。对的。接下来就是直接要看4分钟的这波龙了。这2波兵线应该会过渡的比较和平。中轴因为金宇一直都在跟着自己家，要么就是跟无畏一块儿，要么就是跟青龙一块儿来吃，所以 AG 的中轴一直是落后线。对，但是 AG 的中轴虽然是落后的，他做的事情就是我每波资源都清得很干净，让京东在拿完中轴线权之后，他发现没有东西可以拿。对，而且在前面中轴丢线的情况下，他都是第一时间先把两边的线运了过去，然后回缩防御塔后。 所以京东拿完了中轴啊，他2条边线也很难出节奏。是的，所以就只能依靠青龙试试能不能去边路帮忙去抓一下人。他得放线过去抓。你来看看这一波，又去上路蹲伏了。这上路的空间这里被青羽的马超拿到。本来青羽这边想勾引一下轩辕的，想看看他交不交技能过去抢空间之灵，但是轩辕的话在火舞没漏的时候他是动都不动，极其谨慎。没错，说明他们对于青龙不出火舞的这个点啊报得很明确。4分钟龙刷新了。 京东先在龙坑集结5人 ，AG 是4个，龙打到残血，忠义大司命在旁边，2个打野互相拼的过程当中，还是忠义拿到了第1条暴君。对，金宇这边是成绩没交出来啊，是不是被蔡文姬刚才弹了一下？没注意呀、大司命开大，回头再反吸，继续消耗，进个圈，在消耗上圆坦跟大乔是不怕的。 你打我一套，我坐电梯回去就好了。是的。看火舞这里有动作，跟袁坦2个人直接想进来反这个蓝 buff。对，一个乘机被青龙拿掉，哎，没有能够保下来。那这一波过来之后，闪上去集火打金宇，金宇看能不能扛得住，顶一下，身后有个圈，一点点没办法被打出去了。那马超控制之后，先进个圈，直接回去啊。 就差1步啊，这个圈就在眼前。没错，那这样剩下一个火舞和大乔，这波线守起来有一些困难。是把直接4个人过来压。马超这时候过来，不出火舞给一个扇子，然后1技能过去，好像有机会给踢掉。马超过来之后想跟一枪，再来一个2技能收掉之后，再去追击长生，火舞给一下子挂减速，青羽的马超2连击破，打掉1G 2人。这波青荣负责留人，青羽负责收割。是。 这波应该是青云的马超已经跑到中路2塔的时候给了信号，说觉得这波能打，所以青龙1是过去把那个残血的兵线给清掉，2就是顺势用1技能分享龙刃先留一波。是的 ，AG 还是太想去把这个中塔给耗残或者说推掉了。AG 想提速。对，当时为了保那个兵线，公孙离都拿肉身去挡了火舞一扇子了。啊。 这样青羽的马超这一波就很肥了。 收2个头，想追要留一下这个圈，大招一开，继续吸。金宇这个位置没技能去做那个圈，要被碾死，还是触发了被动啊！被忠义粘上之后到2塔进行击杀，但是沈梦溪在左草的位置被青荣和决一给逮着了，打了个1换1，节奏互起。 继续给中塔压力，中路兵再进来，这波有些顶不住了。是的，中路的1塔还是被 AG 给卸掉了。目前的全场最高经济是忠义的大司命，马上5000块。今天感觉北京京东它这个大乔圆塔的配合上面有些小问题啊，就是没有在，就是靠得很近，对吧？对，没有一种很及时的电梯的感觉，就连接的不够。 还是要更加的靠近一些，就是在金宇上去要吃起火的时候，然后大乔在身边，然后把电梯给好，啊，这一波给的就不错，换血也换得很好啊。这个是京东在整个夏季赛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个大乔圆坦的能力。是的，我一波状态换完，我能赚很多，然后我直接是满血再回来。但这波的话是让一诺的公孙离直接在边线上面带了一波。 与此同时，青荣这边在掩护青羽带线，青荣一直在做边线的帮忙协防，圆坦打进去，公孙离推大招把红 buff 推过去之后，最终这个红是被忠义拿到了 ，AG 入侵成功。但另外一边我们看京东的半途另一侧打得也很凶，这里也是反了红，被青荣的火舞给拿掉。但这波想包过来，河道位置有个大乔拦着，给了视野，可以把队友全都接走。
但是这波蓝区刷新了，金宇手里是有乘机的，一个乘机一个大招，控了一下之后把蓝 buff 保住了。这一波再转中的话，因为京东下半图3个人，所以 AG 就可以拿到这波中轴。然后在8分半的这一条小暴君的争夺上，他们可以提前做事。打到这个点上面，北京京东和成都 AG 的经济咬的是非常紧的，就差了200块。谋事在人。龙科不想博弈，不知后先动手打一波，把蔡文姬大招逼出来，对，砸2下，2技能再顶一波，公孙离回头反点，但是正好身后有个圈，金宇进圈回去，不过这一波龙就得给中义了，中义继续往前压，这局比赛中义出的是肉刀黄盾加上不死鸟的大司命，所以他很肉，非常能扛伤。看一下目前的2路主播的预测。第一轮是5-5开，第二轮的话，更多的人看好了 AG。第二轮多了6个。对，哦，这里还有第3页。再次进攻京东的红区。马超第一时间不在，在下路带线。少一个人，那大乔可以摇大把人，大乔没大啊，这波所以就少一个人，那就没办法了。看马超，他要把这个红 buff 给反掉。渲染第一时间回防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对，那千羽这把资源置换上面就一直都做得很好的。是，哇，这个数据，40.4%的伤害占比，34.2%的承伤占比的大司命，很恐怖。这波中义就把蓝 buff 也带走了。能扛能打，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这套阵容在双边的经济没有非常高装备起来之前是打不动这个大司命的，而且就算是你的装备跟他经济持平，但是有一个蔡文姬给他做一个辅助，你也有点也很难杀。我会弹远坦进圈，现在这几个圈都放得很好。没有再给 AG 这样的机会了。就前面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的，就是大乔跟远坦不能离太远。10分钟 ，AG 提前动龙。金宇在卡中义，把人拦住。那中义这波直接挤得很深，把北京京东的4个人全都压了回去。那压回去的话，这个口子想要再挤回来就有点难了，要吃什么东西的雷了。AG 可以直接 run 龙。10分钟的暴君拿到，狂点上去砸一波，无畏交出了闪现退回去，完全挤不过中义的这手大司命啊。对。但是你别看 AG 他这局比赛一直在进京东的野区，但是这个经济上京东并没有被拉开太多，因为京东一直有马超在换半途的资源。哎，这个位置大司命吃到了集火，大招被打出来，仓给跳射个血手，开启退出。京东也不好追，因为当时蔡文姬其实是捏了一个大招和一个治疗的。对，那这波红区金宇是保下来了，不过手里没成绩的话，再次进到这个蓝区，大司命现在手里是没有大招的，但蔡文姬有技能，这波上去集火打金宇没有圈，所以金宇直接被 run 掉。公孙离拿到这个头，然后狂点这波进去之后，在塔下吃到了波集火，但还好有续航，大帅又给渲染给奶上来了。当时那个电梯的位置是放在了这个中间的这条奈何桥的路上。而金宇他是右侧要去往蓝buff位置偏移的，所以就没坐上这个电梯。AG 带来中路的兵线推掉了2塔，所以因为金宇阵亡的状态，所以京东缺少前排，对青龙也不好动手，但只能大消耗，中路的高地也只能放了。AG 一下破掉了京东的中路2座塔。回头动暗影主宰，来回看一下刚刚这一波，这一波就是刚刚黄少说的这个圈，对，就这个圈放在了这里。然后远坦这个2技能往前顶，然后金宇的话，他是往蓝 buff 位置走的，他没有往那个地方走。是。然后那个位置他也被粘住了。对的，他一个2技能往回顶之后，想要再撤回那个圈里有点难。吃减速了，想进去很难。位移也没了。这波是进去把红给反了 ，AG 连续去控制京东的红区，就是为了不让决议去拿到这个红 buff。
我动手一闪上去打一波，动手里面瞬间秒秒掉了一诺，然后金针马超进去捅2枪，神魔系交出了2技能，青云的马超在 B 位置能追得上吗？狂铁过来，在侧边拦截一下，护住 AG 其他人的后退。哇，青荣跟青羽2个人这一波出手果断、快、准、狠，电光火石啊！瞬秒。蓝区又是一波进攻，这波是反掉了京东的蓝，要拉扯出来，这时候看青荣再找机会，但青荣现在没有闪的，被达斯美粘了一套，被打到残血，想试着包一下，马超在绕后，这波开始回头集火打圆坦，但是马超从身后出现了，蔡文金直接开启全技能，马超现在伤害有点不够，打不动，达斯美回头给个2技能粘住，但马超看能不能走得了，狂点过来给一个拍，拍完之后继续往前，沈梦琪再给个2。一波集火带走了青羽之后，紧接着让青龙的不知火舞给拿下。仓在这个位置，虽然大小给了一波控制，不过仓不敢跟输出。好像有机会打一波。终于3连决胜之后，再给大招，看能不能带走。一诺过来击杀掉了无畏的大乔，剩下决一一个仓，中路有龙兵，仓被堵在泉水出不来。AG 可以一波集火破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一波反打就结束了。这把 AG 就是在于资源的控制上面。